今天咱们来好好聊聊周深。说实话，最近打开社交媒体，铺天盖地都是周深的新歌。你要是以为这又是哪家公司拿着大把资源硬推的流量操作，那可真就误会大了。这次周深又唱爆了主题曲，但最让我，估计也让很多网友感到意外的，不是歌有多好听，毕竟周深的歌好听那是基本操作，而是这次的机会竟然是他自个儿主动争取来的。这操作一出来，网上直接炸锅了，大家纷纷惊呼，不愧是你，周深。咱们得好好琢磨琢磨这事背后的意味。在如今这个娱乐圈，尤其是音乐圈，大部分歌手是什么状态？大多是等着被挑选。制作方列个名单，经纪人去递资料，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。能被动接到好歌，那都算是运气不错了。但周深这次不一样，他是反过来，看中了剧本，被故事打动了，然后主动联系片方说我想唱。说实话，听到这我挺感触的。这不仅仅是一个歌手对工作的积极，更是一种对艺术创作的掌控欲。他不愿意做一个单纯的演唱机器，他想成为作品的一部分。这种主动性，在流量至上的当下，真的是一股清流，让人耳目一新。咱们把时间线拉回到这部电视剧《我的山与海》，这是一部聚焦乡村振兴的现实题材剧，听着挺宏大，但其实讲的是普通人怎么在生活重担下咬牙坚持的故事。据说剧组一开始对于主题曲演唱者的人选一直悬而未决，毕竟这种证据，声音太飘了不行，太俗了也不行。就在大家还在纠结的时候，周深出现了。工作人员透露，周深是在看到剧本后深受感染。他说这首歌里有他想传递的力量。写到这儿，我不禁在想，周深到底看到了什么？也许是他看到了那些在土地上挥洒汗水的人，看到了那种背负生活却依然向阳而生的韧劲。这其实跟周深自己的成长路径是有共鸣的。从一个不被看好的少年，到如今站在舞台中央，他太懂那种负重前行的感觉了。所以他说这首歌里有我想传递的力量，这句话绝不是客套。在我看来，这恰恰是一个成熟艺术家的标志，他不再仅仅满足于展示技巧，而是开始追求表达。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声音，去给那些正在生活中挣扎的人一点慰藉。这种共情能力比单纯的高音难得太多了。为了能把这首背着山的人唱好，周深接下来的操作更是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。熟悉他的粉丝都知道，他对音乐那种较真劲儿，有时候甚至有点可爱的过分。这次他没有选择待在恒温舒适的录音棚里找感觉，而是特意亲自前往拍摄地。他去干嘛了？他去融入当地的生活了。他和村民们一起爬山，一起劳作，去体验那种肩膀上沉甸甸的感觉。咱们换位思考一下，一个顶流歌手放着好好的休息时间不用，跑去山里吃苦图什么？图的就是那个真字。他说要找那种肩上有山，心中有光的感受。这话说的真漂亮，但做起来是真苦。我想象那个画面，周深穿着朴素的衣服，走在田埂上，汗水混着泥土。那时候他不再是大明星，他就是剧里那个背着山的人。这种体验式的准备，其实更像演员的方法派表演，却被他用在了唱歌上。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周深的歌总能打动人的原因。他不是用嗓子在唱，他是用经历在唱。当歌手把自己揉碎了放进歌里，听众怎么可能听不出来？这种对作品的敬畏心，真的值得现在很多浮躁的艺人好好学学。等到歌曲正式发布，效果怎么样？只能用炸裂来形容。歌词里那句命运偏爱背着山的人，最笨的脚步终会越过最高的山峰，一下子就把无数辛苦打拼的普通人给击中了。上线仅仅3天，就登上了各大音乐平台的榜首。这数据硬生生是靠口碑堆出来的。更有意思的是周深自己的反应，他在微博上调侃说，这次终于不用求大家听新歌了。这句话看着是玩笑，细品却有点心酸，又有点自豪。看到这句微博，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，又觉得很温暖。以前他可能经历过那种好歌无人问津的焦虑，需要不断的宣传，请求大家去听。但现在只要作品足够好，只要情感足够真，听众是会主动找上门的。这句调侃背后是他对作品质量的绝对自信。这也让我意识到，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，真正的爆款不是买出来的，是长出来的。它长在生活的土壤里，长在歌手的诚意里。当一首歌能替千万人说出心里话的时候，他想不红都难。周深这次的成功，其实是给所有内容创作者提了个醒，别总想着怎么讨好算法，先想着怎么打动人心。其实，如果你深入了解周深，就会发现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这么主动出击了。这让我想起了去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《惊蛰无声》。
当时那部戏的主题曲选择，原本导演组考虑的是声音更具沧桑感、更粗粝的男歌手，毕竟电影基调挺沉重的。按照常规逻辑，周深这种空灵细腻的嗓音可能不在首选名单上，但周深是怎么做的？他没有因为不符合预期就退缩，而是毫不犹豫地带着自己录好的 demo 找上门。结果呢？他用那既细腻又充满力量的嗓音，成功征服了整个创作团队。连张艺谋导演后来在采访中都忍不住夸赞，说周深的声音里有故事，他不是在唱歌，而是在替角色发声。我真的忍不住想感叹，机会从来不是等来的，是抢来的。如果当时周深觉得自己不合适而放弃了，那我们就听不到那首经典的选择了。导演的刻板印象被打破了，靠的是歌手硬实力的碾压。张艺谋那句替角色发声，简直是对歌手最高的评价。这说明周深已经超越了演唱者的身份，他成为了叙事者。从大鱼的唯美到孤勇者的激昂，再到如今背着山的人的厚重，周深似乎总能用他的歌声精准地戳中时代的情绪。很多人喜欢把周深叫做 Ost 锦鲤，好像他只要张嘴，歌就一定会火。但真正了解周深的人都知道，所谓的好运背后，其实是一份对音乐的执着热爱，以及对每一次机会的主动把握。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天降的好运？所有的横空出世，其实都是蓄谋已久。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句金句，好歌不会自己找上门，喜欢就要去争取。这句话，我觉得不仅适用于娱乐圈，其实放在我们普通人的职场、生活里，一样振聋发聩。我们很多时候在抱怨怀才不遇，抱怨机会太少，但有没有想过，我们是否像周深那样，为了一个目标去主动争取过？是否为了呈现最好的结果，去深入一线爬过山，劳过作？周深的清醒和努力，或许正是他能够始终唱爆每一首歌的秘诀吧。他从不把自己当成流量的容器，而是把自己当成音乐的容器。再往深了想，周深的这种态度，其实是在重塑歌手与作品的关系。在过去，歌手往往是乙方的角色，给钱就唱，不管歌好不好。但周深在尝试建立一种合伙人的关系，他参与创作的前端，理解剧本的内核，甚至影响作品的走向。这种深度的绑定，让歌曲不再是电视剧的附属品，而是成为了作品灵魂的一部分。我觉得这才是未来音乐产业该有的样子。音乐人要有话语权，要有审美坚持，不能只是流水线上的工人。周深用实际行动证明了，当你足够专业、足够真诚的时候，资本和制作方是会尊重你的意见的。而且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周深争取的这些歌，题材都挺重的。乡村振兴、命运选择、负重前行。他没有去抢那些情情爱爱、无病呻吟的口水歌，这说明他心里有一杆秤，他知道自己的声音适合承载什么样的重量。这种选歌的品味，也是他长红不衰的关键。在这个快餐音乐泛滥的年代，能沉下心来唱重歌、唱真歌，是需要勇气的。因为这意味着你可能要放弃一些短期的流量，去换取更长久的艺术生命。但周深显然看得更远，他想要留下的是能被时间记住的声音。最后，我想说，周深这次的主动争取，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一首好听的歌，更是一种精神上的鼓舞。看着他在微博上自信的调侃，听着他在歌里唱着最笨的脚步终会越过最高的山峰，我突然觉得，这不仅仅是歌词，这是周深的人生信条，也是他送给所有听众的礼物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，我们每个人背上都有一座山。可能是生活的压力，可能是工作的瓶颈，也可能是内心的迷茫。但周深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，别怕，去争取，去体验，去坚持。哪怕脚步笨拙一点，只要心里有光，终究能越过山丘。所以，当我们在为周深的新歌点赞时，不妨也学学他的这份主动。别等着生活来邀请你，你自己就是生活的主角。好歌不会自己找上门，好的生活，好的机会，同样也不会。既然喜欢，既然想要，那就像周深一样，大胆地伸出手去，紧紧抓住它。这或许才是周深这次唱爆全网背后最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的意义吧。未来的路还长，但我相信，只要保持着这份清醒与热爱，周深的歌声还会继续陪伴我们走过更多的山与海。咱们拭目以待，也一起加油。